所以，这就是你们现代的宴席？欢迎来到现代最高礼仪火锅局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为何7上8下？毛肚烫7下，再8下，1、2，怎么样？尚可。再下一盘。第一步，文官、武将、百姓，差不多都铺好了。现在整个都城都在讨论李成渊。咱们现代互联网放古代照样好使。不过，这些都只是开始。百姓相信你，并不代表他们敢跟着你。真正决定皇位的，还是整个朝廷。天大的事儿，吃完这顿再说。其实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刚刚在火锅店，你说想到一个问题，结果上个厕所回来就没后续啦。年纪不大，记忆力开始衰退了，估计问题掉厕所了。其实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是李成渊，现在最着急的，绝对不是那些流言，而是太子。因为只要你还活着，就永远有人相信，真正的太子还没有输。何况最近发生的这些事，你的意思是，李成渊应该会把计划提前了，提前杀了李旭。姑知道，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李成渊知道你穿越的事情？我是说假设真的凑巧让他遇到了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如果最后我们真的打败了李成渊，你成功登基，也改变了历史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皇帝？第一次见他回答不上来。姑从小便被教导如何成为一名太子，却从未有人问过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皇帝。历史书上的好皇帝也各有不同，但我觉得真正好的皇帝应该先是一个愿意听百姓说话的人。这里人人都能吃饱，人人都能读书，夜晚灯火通明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若大周也能如此，那便好了。那我们就一起试试看。昨天那个问题，你想了一晚上吗？想了，却没有答案。那今天，我带你去见见真正的百姓。去哪儿？不是商场，不是游乐园，菜市场。大早上逛菜市场？皇帝每天面对的是百姓，百姓每天面对的是生活。如果连他们每天为什么发愁都不知道，又怎么治理国家？孤愿前往。今天你不是太子，你就是普通大学生。明白。走，带你体验真正的人间烟火。那人为何如此匆忙？送饭，别人点了，他负责送过去。此人亦是官府之人？不是，他只是城市里的工作人员，每天都会有人负责打扫。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城市自然就运转起来了。我以前一直以为国家是皇帝一个人在治理，大臣辅助，如今看来，真正撑起天下的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百姓。这句话已经很像一个好皇帝会说的话了。谢谢叔叔。他为何要送？一颗草莓而已，有时候看到别人开心，自己也挺开心。新鲜的小青菜嘞，自家种的。他们并非勤倦，不是。
没事儿，长身体呢。我以前一直以为百姓只求衣食无忧，如今看来，他们真正珍惜的是人与人之间那一点善意。所以，真正的盛世不是人人富贵，而是人人都愿意把善意留给别人。不过，你今天看到的只是生活的一面，这里也不是所有人都过得轻轻松松。有人为了生活起早贪黑，有人四处碰壁，有人被误解，有人被欺负，这些都很正常。没有哪个时代能让所有人一辈子顺顺利利。真正重要的不是没有困难，而是跌倒以后还有机会重新站起来。姑明白了，真正的盛世不是人人没有烦恼，而是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都还有希望，都还有选择未来的机会。这就是我们想带你看的现代。怎么样？现在休息了2天，有没有舍不得？自然舍不得，但姑还有很多事情必须回去完成。带着，回去吃。多谢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空调还没关。好了，这下可以走了。差点穿越回来，电费都欠费了。怎么这么安静？侍卫呢？有点不对劲。参见太子殿下。殿下，发生何事？摄政王府的人近日频繁出现在东宫外围，属下担心有变。这是今日一早摄政王府送来的，说是请殿下赴宴。鸿门宴，他这是想干嘛？没有写原因吗？也没有写目的，只是请你过去。这摆明没安好心。既然皇叔相邀，孤若不去，岂不是失礼了？你真要去？去，而且孤一个人去。本王还以为殿下不会来了。皇叔相邀，孤岂敢失礼？听说殿下最近去了不少地方。皇叔消息还是一如既往灵动。尝尝今年的新茶。殿下最近似乎变了不少。皇叔今日请孤来，不会只是为了下棋吧？前些日子，本王去过东宫，本想与你谈些事情，可惜你不在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本王亲眼看见你走进了书房，然后再也没有出来。皇叔是在怀疑孤？不，本王只是很好奇，一个人究竟能去哪里，才能凭空消失？罢了，先去吃饭吧。今日的厨子是本王特意请来的。你走进了书房，然后再也没有出来。怎么样？他说什么了？有没有为难你？他什么都没有问，却什么都说了。他说，那日去东宫，亲眼看见孤进入书房，之后再也没有出来。他不会真的发现了吧？不知道。
他应该还不知道穿越的事。如果他已经知道，今天就不是试探，而是直接摊牌。姑也是这么想。那现在就有意思了，我们不知道他知道多少，他也不知道我们知道多少，谁先露破绽，谁就输了。那便看看，最后是谁先沉不住气。王爷，今日可有收获？没有。不过，他紧张了。看来，本王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启禀摄政王，近日云和县百姓聚集县衙，地方官多次安抚，却始终未能平息。太子殿下身为储君，本当执掌天下，如今正值民间有事，臣以为正是历练太子的机会。臣附议，臣附议。诸位爱卿所言倒有理，储君终究不能只待在东宫。既然诸位一致认为此行有利于太子历练，不知太子殿下意下如何？既是为了百姓，孤愿前往。如此甚好，云和县之事便交给太子负责。王爷，为何不直接提议？真正会下棋的人，从不急下落子，他只需让棋子自己走。怎么样？朝堂上说什么了？今日朝会，御史上奏，云和县民乱未平，是李成元安排的，他一句都未提，最后只是顺势应允。看来这一趟不会轻松。怕什么？咱们5个一起。还是先准备准备吧。此次不是偷偷离京，而是奉命出巡。东宫会派侍卫随行，我们一路骑马前往。骑马？你让我骑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我会，但是你让我骑真马，我估计上去就得摔。所以，从今日起，你们先把骑马学会。我们几个不得摔死？放心，摔也是你先摔。今日先学上马。不是，这么大，我觉得他也在看我。开始吧。你这是骑马还是挂衣服？别笑，快拉我一把！不是吧？你什么时候学的？看会儿的。还有看会的，理论第一，实践差一点，差一点就看没了。第一次允许存在卧差。嘴是真硬啊！继续。好嘞。参见太子殿下。都会骑了，应该摔不下来了。他说的是应该。终于感受到了电视剧里这种被百姓围观的感觉，有点爽，又有点社死。什么死？没事，就是很尴尬。王爷，太子已经离京，跟着，不要打扰，也不要帮他。遵命。恭迎太子殿下。比皇城热闹，就是小了一点。
这里东西好像挺好吃。等事情办完，你再想着吃。臣云何县令，恭迎太子殿下。免礼。太子殿下放心，县里已经准备好了住处。一路舟车劳顿，不如先休息。姑先看看案卷。臣已经准备好了。太子殿下，求您救救我儿子！大胆，竟敢惊扰太子！住手！太子殿下，求求您，救救我儿子！老夫人年迈，神志早已不清，他儿子3年前便病故了。可有人认识他？认识。他儿子死了很多年了，可怜，受不了打击，天天来街上喊。他没死，他们骗你，他们把我儿子抓走了。每天晚上我都能听见他的声音。来人，老妇女胡言乱语，送她回去。姑允许了吗？是真是假，姑自会分辨。今日起，姑住县衙。臣遵命。你们4个出去走走。不是休息吗？姑想知道百姓平日里到底是什么样。明白。记住，只看不要问。怎么了？继续走。老板，给那个小朋友做一个。不要，谢谢，我们不要。奇怪，这么大的主街，没人巡逻。我发现所有人都在笑，可他们不像开心。主街没人巡逻，像是在故意让我们看见什么。刚刚那个孩子明明很想要唐人，他娘却像怕什么一样。不是一个人奇怪，是整个县城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从我们进城到现在，没有听见任何一次讨价还价？什么意思？卖菜、卖包子、卖布、卖糖人，一路走过来，没有一个人在讲价。会不会这里的人都比较有钱？那也不可能，我妈买一把葱都得砍半天价，而且老板也没人叫卖。不是没人买，是不像在买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一幕特别熟悉？什么意思？你懂的。平时不这样，有人要来了，全变样了。你懂的。谁？你别耽误时辰，先送过去。走。木箱里真的有人。醒醒，跟我出去。怎么了？我刚才听见了，有人喊救命。姑听见了。后院。就是那个木箱，救人，救！
啊？怎么可能？声音明明是这里传出来的。中计了，他们故意让我们看见牛车。真正的人早就被另一辆车运走了。追！等我2分钟。你回去干嘛？相信现代科技。还好充满电。它竟能飞得如此高！等等，我操！3辆！牛车是假，驴车也是假的。追最后那辆。频道3，保持联系。前方500米，马上追上。还想跑？快走！放心，没事了，姑娘。姑娘，你是谁？我叫苏清河，是云河县衙的书吏。我发现他们一直在改税册，还伪造人口、粮食和赈灾账目。我准备把证据送去京城，结果被他们发现了。看来这云河县比姑想象的还要烂。走吧，回县衙。不能回去，他们知道我逃了。你们回去，他们一定会杀了你们。杀姑，一个小小县令也配回县衙？参见太子殿下。昨夜子时，县衙后门3辆车。殿下，臣不知您在说什么。第1辆牛车，3口空木箱；第2辆驴车；第3辆没有点灯的马车。臣昨夜一直在县衙，并不知道什么3辆车。那我帮你回忆一下。你是柯南吗？天天敷眼睛。别管。第3辆马车左后轮裂了一块木板，车帘是青色粗布，赶车的人左腿有旧伤，走路时会轻微跛脚。你们怎么知道？这个嘛，你不用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我们都看见了，看得很清楚。就算真有马车，又能证明什么？哼，过来吧。不可能！你不是已经……继续说，姑在听。殿下，臣一时口误。臣只是认识苏姑娘，绝无加害之意。苏姑娘半月前偷盗县衙卷宗，臣派人寻找，昨夜只是护送她回来，绝无绑架。这理由编的也太快了，说明早准备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他为何双手被绑，嘴为何被封，又为何夜半出城？大人，我跟了您3年，一直以为您是真心为百姓，直到我看见那些账册。去年秋震，朝廷拨粮3万担，仓中无粮，册中有粮，百姓无粮，可送往朝廷的奏报却写着岁丰民安。他说的是真是假？殿下，臣冤枉！区一介女子，空口白牙，岂能污蔑朝廷命官？殿下，凡事都要讲证据。刚才还慌得要死，现在开始讲证据了。殿下，粮仓、账房、卷宗库3把钥匙一直都在臣女手中，证据还在。不可能！封仓、查账，
3册账目全部对不上，这些就是原始卷宗。押送京城。遵命。你们自由了。娘，阿成，阿环儿，谢太子殿下，谢太子殿下。诸位，今日救你们的不止姑，还有他们。押送他们回京，账册粮仓一并封存。末将遵命。我操！怎么了？今天是不是周一了？上午9点。完了，我们失踪2天了。太子，我们得先回去了。姑随后便回，东宫那边还需要你。一路平安。终于回来了，我现在只想洗澡，还是现代舒服。58个未接电话，辅导员打了19个，我妈30多个。换件衣服，下楼吧。213，京终于出现了。阿姨早。早什么早？辅导员连找你们都找疯了。校领导刚刚还来问。兄弟们，我这辈子第2次被骂这么惨了。辅导员让我写3000字情况说明，我妈电话打了40多分钟，耳朵现在还嗡嗡响。我爸一句话没说，直接把我银行卡停了。累归累，挺充实的。谁能想象到4个人刚才还在骑马，现在坐共享出来吃沙县？这队友是真菜！我操，这剧情！哦，回来了。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回去没2天，京城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？有，而且不少。近几日，每天都有官员来东宫拜见，御史以及6部官员，还有几位曾经从不踏入东宫的老臣。看来云河县这事儿真把他们看服了。不，他们不是因为云河县才靠近东宫，他们是在站队。姑也发现了，如今早朝，朝臣看姑的目光已经和以前不同了。那李成渊呢？听说他这几日连续找见了兵部、户部和宗正殿的人，比以前更频繁了。他开始急了。王爷，近3日已有12位官员先后前往东宫。都是些什么人？御史2人，礼部3人，还有3位先帝旧臣。看来他们觉得太子长大了。王爷，不仅朝臣，京城百姓近来也都在议论云河县，称赞太子体察民情。民心是这天下最容易变的东西，也是最危险的东西。本王不能再等了。从今日起，所有前往东宫的官员，本王都要知道，他们说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一个字都不能漏。遵命。很好，这样杀了你才有意思。殿下，出事了！昨夜负责东宫外巡查的赵统领死了。不是偷袭，他认识凶手。我操，你不怕吗？不是证据，这是警告。王爷，已经办妥。这是第一个李信东宫的人。本王想杀谁，
谁就活不了。殿下，赵统领昨夜巡逻前收到过一封匿名信。东宫有变，速来禁令。他被骗了。王爷，东宫已经发现尸体，他们查得到吗？所有痕迹都已处理干净。下一个要杀谁呢？殿下，已有3名侍卫请求调离东宫。知道了。殿下，今日原定拜见东宫的6位官员，5位称病，1位递了辞呈。这帮人翻脸也太快了吧！殿下，殿外有位老臣求见。还有人敢来？臣参见太子殿下。老大人请起。殿下，若人人都因未死而退，那东宫便真的输了。啊！姑受教了。法王，目标准备动手，快！殿下，老奴谢殿下救命之恩。赵统领，是姑没有护住，但从今夜开始，东宫任何一人，姑都会护到底。回去告诉李承业，东宫不是他想来就来的地方，胆敢犯东宫者，来一个，姑杀一个。誓死追随太子殿下。启禀太子殿下，昨夜夜闯东宫刺客遗物已全部带到。呈上来。皇叔，昨夜有人夜闯东宫，刺杀东宫内侍，按我大周律，该如何处置？夜闯东宫，按律斩。好，昨夜孤已经替朝廷执行国法。孤依大周律，斩夜闯东宫之贼。若有人认为孤处置不当，今日尽可直言。太子殿下，秉公执法，臣无异议。做得不错，看来云和县一行倒是让你长进不少。皇兄教诲，李相铭记于心。王大人，今天没被吓到吧？你们几个年轻人，以后常来东宫坐坐，我们那儿还有好茶。我们那儿还有很多你们感兴趣的新鲜玩意儿，我可帮你们查算命。有他们4个在，姑好像很安心。公子，摄政王有请。见过摄政王。坐。你叫阿飞？正是。你们4人，本王从未见过，也从未听过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草民不过是几个普通人，承蒙太子殿下赏识，得以留在东宫。哼，普通人，普通人可不会让太子变化如此之大。王爷，人会改变，并不是因为遇见了谁，而是因为知道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有意思，你很会说话。本王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们为何帮他？因为
他值得。太子为何如此信任你们？因为我们从未骗过他。那你呢？可信本王？王爷今日请我来，不是为了让我相信您，而是想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本王见过很多年轻人，有人贪权，有人贪名，有人贪命。你们4个，本王看不透。看不透未必是坏事，至少王爷今日知道了一件事。何事？我们不会害太子。回去吧。是。有意思。我操，差点没绷住。这摄政王压迫感也太强了。怎么样？小场面，扶我一下。不是小场面吗？腿麻了啊！最近一直都是他在主动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出击？怎么主动？回现代，买个监听器，偷偷放进摄政王府，以后他说什么，我们都知道。我操，还能这样？监听器，一种很小的东西，放在那里，就能把声音记录下来。先别高兴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一旦被发现，摄政王以后绝不会再给我们第2次机会。姑确实有机会进入王府，但何时去，放在哪里，如何取回，都必须万无一失。那就等一个最好的机会。这回不研究门了。老板，有没有体积小一点、续航时间长一点的录音设备？这一款纽扣大小，这一款磁吸式，这一款续航7天。如此小巧，竟能记录声音。现代科技比你想的厉害多了。如果一直放着，会不会发光？不会。会不会发出声音？完全静音。电池能坚持多久？连续录音7天左右。李行，就是他。如此小，竟有这般本事。你卡不是被你爸停了吗？唉，别说了，仅剩了一些存款。接下来就等一个机会，姑会把它放到最该放的地方。有本启奏，启禀摄政王，太子殿下已成年，云和县赈灾有功，东宫平乱有功，臣以为太子应监国理政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既是众卿之意，准。谢皇叔，今日朝议到此为止。退朝。臣等告退。知道该怎么做吧？臣明白。王爷，太子既已监国，往后的奏折是否仍送王府？不必，按规矩办。6部所有需裁决之事，全部送东宫。奴才遵命。本王倒想看看你能撑多久。送东宫，军务请太子裁决，修堤攻渠，工匠调度，全部送东宫。监国已定，羁押卷宗，送东宫。福公公，户部送奏折，吏部送奏折，户部送奏折，礼部送奏折，礼部送奏折，礼部送奏折。这是把整个6部都搬来东宫了。一个字都拼不懂。我也是，这写的是字？别看我，我也不会。太子批得挺快，不是不会批，是根本批不完。户部又送奏折到。殿下，
今日总算批完了。终于告一段落。有本起奏。臣有本奏，弹劾太子颠国失职，河东修堤延误3日，灾粮调拨至今未发。北境军械仍积压兵部，百姓怨声载道。孤3日前便已批复。殿下，批复不代表事情办成，朝廷政务重在实施。若只批不读，百姓依旧受苦。傍晚来王府，本王教你什么叫监国。林子，今日朝堂很难堪吧？今日只是开始，监国之后，百官都会看着你，做得好理所应当，做不好便是。皇今日叫孤前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。本王只是告诉你，皇位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做。现在可曾后悔坐上这个位置？电视剧里一般都放茶桌底下。若现在你向本王低头，本王还能替你收拾残局。孤不会认输。很好，希望几个月后你还能如此回答本王。王爷，太子那边不用急，把他推得再高一些，摔下来才会更疼。殿下，太傅来了，老师已经在书房等候多时。学生拜见老师。回来的比老夫想的还晚。皇叔留学生说了些话，坐吧。摄政王今夜与你说了什么？他说学生赢不了。若他真觉得殿下赢不了，今夜便不会叫殿下去王府。他越亲自下场，便说明殿下已经让他开始在意了。比起摄政王，老师何意？赵统领战死，东宫侍卫营不能一日无主。副统领一直想接任统领，可他不能用。老师也知道，老夫活了40多年，有些人看一眼便够了。殿下，朝堂之上没有敌人，只有立场。拖得越久，对你越不利。老师，走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朝堂之上没有敌人，只有立场。什么意思？说话能不能直接一点？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事儿，非要绕半天。参见太子殿下。赵统领为护孤而死，东宫所有人可曾忘记？不敢忘。殿下，国不可一日无将，东宫侍卫营亦不可一日无统领。你觉得该由谁接任？属下愿担此任。赵统领在时，东宫侍卫只有一个规矩：忠于东宫，不忠于任何人。即日起，统领之位暂时空缺，所有侍卫重新考核，3个月后能者居之。另外，即日起，东宫侍卫营分为4队，每日轮换值守，任何人不得长期负责同一区域。什么意思？重新洗牌，他在逼所有人重新站队。孤不要最强的人，孤只要最忠诚的人。
属下谨遵殿下之命。他刚才那个眼神，不像服了。当然不会，因为太子今天动的不是他的人，而是他的权，所以他一定会有动作。有本启奏：启禀摄政王，边关800里加急，请太子裁决。边关守军请求调拨3万担军粮，军情紧急。准，命户部立即调粮。启禀殿下，国库粮仓不足。为何此前无人上奏？前日已呈东宫，请殿下定夺。边关不可断粮，还请太子尽快决断。朝廷不可久议，请殿下决断。调江南粮仓，先补边关，再命户部10日内补齐京仓。准。殿下英明。他多久没睡好了？差不多3天了吧？每天不过睡3个小时。不行！我操！不行！再这样下去，摄政还没把你弄垮，你自己先累垮了。如今局势如此，孤如何休息？越是这样，越要休息。现代有句话，劳戒和。今天晚上放假，出去喝2杯。喝酒？皇帝都要休息，何况你现在还不是皇帝。今天不谈朝堂，不谈摄政王，就当陪兄弟喝一顿。孤从未喝醉过。吹什么牛逼？今晚保证满足你。走走走，回现代，回现代，回现代。迎战斗的黄雨露色金山。舒服，这才叫放松。确实。那是什么？现在最难的其实不是李成渊，先整东宫侍卫营，监听器继续放着。安宇卫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事情好像越来越多了。以前孤一直觉得，只要夺回皇位，一切都会结束。如今才发现，真正难的可能不是夺回来，而是怎么守住它。所以，我们不是在帮你夺皇位，而是在陪你学着当一个皇帝。你好，方便认识一下吗？你好，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要奶茶？那可以加个微信吗？抱歉，暂时不太方便。没关系，打扰了。李旭，如果今天是公交车那个女孩子，你会拒绝吗？会吧。人家知道多伤心。现在的我，必须先把所有事情解决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那就一件一件来。真的，谢谢你们来到我的身边，也谢谢你们愿意陪我走这一条很难的路。我一直都知道，如果没有你们，可能我真的已经像史书写的那样，已经死在东宫了。说什么谢？我们是室友，也是兄弟，以后一起回家，一个都不能少。现在开始，不聊朝堂，只喝酒。
你们看看什么叫大型社死现现场。放心，我只发班级群。小刚删了。头好疼。你们真的好菜。昨天到底喝了多少？李旭呢？他写啥？不知道。太子一直忘记我们看不懂。阿飞，你查一下喽。估计先回去上早朝了吧？应该是。醒后记得喝水。桌上放了醒酒药。姑先回东宫了。啊？这太子还挺会照顾人，嘴上不说，心里都记着。殿下，户部尚书已经等候多时，请他进来。继续吧。殿下，京城粮价3日之内涨了近5成。原因？粮商都说今年收成不好，纷纷惜售，百姓开始抢粮。如今整个京城人心惶惶。朝廷粮仓呢？粮仓充足，可百姓并不知道，大家都在抢，粮价还在继续上涨。得，刚放1天假，又来活了。来得正好，京城城粮价暴涨，诸位可有办法？粮仓可是满的。是，那好解决。开东、西西2座官仓，平价售粮，同时张榜，昭告百姓，朝廷粮仓充足。粮商放出欠收的消息，逼百姓争相购粮。朝廷一旦开仓，他们肯定再派人抢先买走，粮依旧不会进入百姓手里，只是从官仓换到了他们的仓。所以从今日起，官仓售粮，按户登记，每户限购，粮商及其伙计不得代购。按他说的去做。李氏，这位公子确有过人之处，只是他们做的太明显了。结束了，我还以为要查半天。不必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？他是户部尚书，若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也做不到今日的位置。姑需要做的，只是点醒他。可以啊，学霸！突然反应过来，把户部尚书给说的一愣一愣的，牛！你就是东宫军师？别，我就是瞎分析。从今日起，朝堂上的事，姑会多与你们商议。有你们在，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什么今日起？咱们一直就是一体的。没错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好。拿回来了。看看这几天他到底说了什么。皇陵那边还是没有消息。王爷派去的人现在都没有回来，恐怕都已经死了。既然如此，周天子玺十有八九已经落到李旭手中了。属下一直派人留意东宫，始终没有发现周仙子玺。若这么容易找到，他也不是太子了。继续盯着，迟早会露出来。王爷，暗语卫最近似乎开始活动了。
不是开始，他们一直都在，只是一直没有现身。他们比本王更有耐心。是否要先找到他们？暗羽卫不是那么容易找的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杀的。真正要解决的，从来不是他们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李旭变了。以前本王知道他会如何落子，如今本王越来越看不透他。查过了吗？他身边那几个年轻人，查过，来历不明，查不到任何底细。一个人变，或许是巧合，可一个人的命运因4个人而改变，那便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。还有那扇门，那4个人不简单，尤其是那个阿飞，李旭如今每一步都有他们的影子。既然如此，便一起除掉。属下明白。本王给他的时间已经够久了，所以他现在准备对我们下手了。我们也上名单了。从今日起，你们4个不要再回去了。什么意思？把你一个人丢古代？孤1人足够。你是不是忘了，梁家是谁帮你解决的？还有皇陵，没有我们，你早凉了。以前他只想杀姑，现在是姑害了你们。兄弟，我们4个什么时候怕过？从第一次跟你回去那天开始，我们就没想过退。好，那便一起回家。户部传来消息，梁家已经开始回落。你们替姑出宫看看，百姓是否真的安定下来了？等等，一路小心。放心吧。你有没有觉得有人一直在跟着我们？从出东宫开始，我就有这种感觉。完了，真冲我们来的！不是，你不是去东宫侍卫营练过吗？这能一样吗？你不看看他们练多久，我练多久？有道理。黑羽，刚才那是谁？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来杀我们的。怎么样？稳了，粮价真降下来，百姓现在都不抢粮了。都说太子监国以后，京城终于有点太平样了。可以啊，人生第一份政绩，以后史书怎么写？太子李监国第1个月，粮价就降了。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？不过今天差点回不来了。有人一路跟着我们，我们以为是李承准的人。后来我们故意拐进小巷，结果真有5个黑衣人，一句话都没说，上来就动手。我刚准备上，就被一脚踹飞了。还好意思说？不是去东宫训练营练了吗？练是练了，可他们练的是杀人。就在他们准备死守的时候，一个黑衣人从屋顶跳了下来，动作特别快，3两下就把那几个人打趴了。剩下2个看到这根羽毛，转身就跑，结果被秒了。果然是暗羽卫，所以真是他们救了我们。除了暗羽卫，不会有人留下黑羽。父皇曾告诉姑，若有一天暗羽卫开始保护姑，便说明真正的危险
已经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一直知道你在哪儿，只是一直没有现身。他们保护的是大周，不是姑。如今保护姑，是因为姑代表大周。那就是说，以后我们身边可能一直有人。兄弟，我方便的时候就不用跟了哈。统领，摄政王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，继续暗中保护，没有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。什么时候放进来的？没人发现，他们已经进过东宫了。摄政王已开始调兵，各地亲信、政界轮防、运粮、护送军线为名，陆续进京。东宫准备这么快？他估计已经准备很久了，只是最近的事让他不得不提前了。看来，真正的较量开始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拿什么反抗？统领没选，安宇卫还在暗处，兵也不多。东宫侍卫营人数已有，唯独缺一位统领，甚至副统领还是他的人。姑身边也没有真正能调兵的人。说实话，李成渊要打你，直接现在杀过来，你都没有丝毫胜算。没错。现在最缺的不只有兵，还有将。殿下，有人求见。何人？他说，曾是太傅门生。学生沈文川奉老师之命，拜见殿下。老师昨日才与姑分别，今日又让先生前来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老师说。这2日，摄政王有些不对劲。老师虽然已经离开朝堂，但朝中仍有不少学生。最近不断有人传来消息，摄政王正在暗中调动各方势力，虽然做得极为隐秘，但瞒不过老师。这和安宇卫留下的信完全一致。若真到了那一天，老师会站在殿下这边。太傅门下不只有文臣，也有几位从军多年的师兄。若殿下有需要，一句话即可。替姑谢过老师。不过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姑不会让老师卷入这场风波。老实说，殿下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什么事都想自己扛。可真正的帝王，从来不是一个人。一下子事情全都一块来了，压力突然就上来了。小刚又跑训练营去了吗？天天跑东宫训练营，也没看他练出什么成绩。我觉得他已经把挨打练满级了。李旭，我发现一个人。你不是又被打傻了吧？不是，训练营里有个人，我观察他好几天了。你这是又让人揍回来了？不是，李旭，我发现一个人，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。谁？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训练营，也是最后一个离开。无论跟谁比试，几乎都能赢。可奇怪的是，他每次赢了以后，都会主动退到最后一排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陆晨。听训练营的人说，今年18岁，3个月前才进入东宫侍卫营，平时话很少，训练从不偷懒，但从来不争第一，故意藏锋。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，所以这几天我天天往训练营跑，一直在盯着他。原来你天天去挨打，是去查案啊！真正有本事的人，未必站在最前面，有时候藏得最深的人，才最值得一看。走，去训练营。参见殿下。继续训练，姑今日只是看看。李旭，就是他。
确实有点东西。第一队，第二队，又来了。什么意思？这几天一直这样，训练最好的几个，他永远最后一个，有时候甚至不上场。今日最佳李文典。不是，这么假？古代也玩假？他不想让太子看到。副统领，3日之内，把东宫侍卫营所有人的档案送来书房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否则……遵命。那人确实不错，为什么不直接叫过来？真正有能力的人，不会因为见姑一次就跑不了，但有些人得想办法解决了。原来如此。所以，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？记录显示，陆深入营3个月，各项考核皆为普通。啊！不可能，我们亲眼看到的，他连续击败好几个人，而且那些侍卫明显服他。档案也作假了。东宫侍卫营的档案由副统领负责，所以类似陆晨这样的人，可能还有很多。姑已经看过他的刀，如今姑想看看他的心。来人，殿下，传姑口谕，让东宫侍卫陆晨即刻来书房见姑。是。陆晨，殿下召见。东宫侍卫陆晨参见殿下。免礼。王爷，说东宫刚刚传出消息，太子召见了一名侍卫。谁？东宫侍卫陆晨，3个月前入东宫，名不见经传。李旭不会无缘无故见一个普通侍卫，处理掉吧。属下明白。听说你3个月前进东宫？是，属下3个月前入营。为何入东宫？为了活着。啊！如今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有人说你武艺不错，为何从不争第一？第一，容易被人记住；死人，容易被人忘记。说有一天，东宫需要你拼命，你会退吗？不会，属下进入东宫，便是东宫的人，只要殿下还在，属下就在。好了，回去吧。属下告退。就结束了？真正的答案，书房里看不出来，一会儿应该就知道了。出来！配合不错，可惜你们不了解枪。我操！他不仅武艺强，而且只知道时候该杀。不错，姑果然没有看错。你用了不到半刻，若姑没有看错，你刚才早有机会可以杀他们，但你没有。陆晨，你可愿当一个能带领侍卫营兄弟们活下来的人？明日训练营见。姑需要你。
参见殿下。今日，孤有一件事宣布：东宫侍卫营不可无统领。今日起，任命陆晨为东宫侍卫营统领。属下领命。殿下，陆晨入营不过3月，恐怕3个月足够看清一个人，但有些人待多久也未必看得清。孤昨日查看侍卫营记录，所有侍卫评价皆为普通。可是孤亲眼所见，东宫侍卫中有不少人远超过档案记录，为何？因为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，刻意压低侍卫能力，修改训练记录，让东宫看似稳定，实际却不了解自己的力量。孤给你机会解释。属下撤去副统领之职，由小刚任职，带领大家更好的训练方式。以前训练重数量，轻配合。现代军队，我的意思是，真正厉害的队伍，不是一个人厉害，而是一群人配合。我明白。李希，这件事完成了，还不够。现在的东宫需要的不只是守住，而是迎战。王爷，派往东宫的人全部失败，3名死士无一生还。陆晨已经成为东宫侍卫统领。又是如此，输了一次又一次。东宫侍卫营暗5位，还有那几个来历不明的人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周天子玺还没找到吗？还没有，皇陵之后再无踪迹。7日，给你7日，查清楚周天子玺的下落，查清楚那4个人到底从哪里来。说7日之后，7日之后，若还找不到，不必再找了。没有昭天子玺，本王终究只是缺少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。天下人可以怀疑，可以议论，甚至可以骂本王，这些本王都不在乎。可是，若周承子玺重新出现在天下人面前，若他在李旭手中，百官会认他，诸侯会认他，天下人也会认他。到那时，本王便再无机会。王爷，可是这样一来，您便要背负弑亲夺位之名。名声，本王走到今日，难道还会在乎这些？大义灭亲也好，篡位夺权也罢，胜者书写历史，败者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7日，找到周天子玺，查清那4个人的来历。若找不到，7日之后，东宫覆灭。距离摄政王动手还有5日。3人一组，不要只想着击败对手，先保证身边的人活下来。战争不是比谁杀得多，而是谁能战到最后。摄政王已经调动兵马，这一战不可避免。放心，我等虽无统兵之权，但太子若需要，必战在东宫。我一生教书，不懂战场，但我知道什么才是该守护的天下。明面之上，东宫正在备战，暗处还有一双眼睛，守护着太子的每一步。还有2日，李承全便会动手，你们需要回去一趟。现在，周天子玺还在你们那里。大战之时，他不是一块玉，他代表的是先帝留下的认可。有了他，那些还在观望的人才会真正站到你这边。孤需要你们把他带回来。
让天下知道谁才是大周真正的继承者。你等我们，不等你们。殿下，他们是神仙吗？王爷，查到了。说，那扇门确实有问题。属下亲眼看到，太子殿下从书房出来，身边只有陆晨，但是，但什么？那4个人没有出现。没有出现。是，他们进去之后便再没有出来。所以，这扇门是让他们离开这里。王爷的意思是？本王猜测，那4个人不是这里的存在。现在看来，真正的变数是这扇门。不用等7日了，周天子喜没有找到，那4个人又消失。把门拆了。王爷，若拆了那扇门，太子会不会察觉？哼，他当然会察觉。但本王要的就是让他知道，他的退路没有了。传令，今晚拆掉东宫书房那扇门。遵命。奉摄政王令，拆除东宫书房旧门。没有殿下口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书房。你们可知道，违抗摄政王令是什么罪？这里是东宫，我们守的是殿下的地方。拿下！统领回来，不会放过你们！走吧，出发！终于要大战了！啊！是门坏了，怎么回事？今天先别试了，明天再看看，也许只是出了什么问题。阿飞，这道题你回答一下。啊，还是不行。李煜不会出事吧？殿下，属下无能。殿下，不是你的错。看来大战只能提前了。王爷，东宫书房那扇门，昨晚已经拆了。很好。从今日起，李须再无退路。王爷，是否立即攻入东宫？不用。本王要让他明白，这天下不是他想守便能守住的。传令东宫，明日午时之前，太子若愿交出兵权和周天子玺，本王可留他性命。若太子不答应呢？那便告诉他，午时之后，10万大军入城。摄政王最后通牒。装了这么久，他终于承认了，说是劝降，其实就是宣战。今日之后，所有人听令，守东宫。我们必须回去。既然退无可退，那便迎战。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如何了。或许明日之后便再也见不到了。不知道李旭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应该已经准备迎战了。门，快拿上东西！
真睡着了。李寻，我操！你醒了！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回来。李迅，这是我们昨晚一夜没睡画出来的。他们人多，那就别跟他们硬拼。第一道，巨马；第二道，绊马索；第三道，假地板；第四道，弓箭手；第五道，长枪阵。东宫侍卫在。东宫是谁的东宫？太子的东宫。我们守的是谁？太子。陆晨，东宫外围至少3万禁军。通知殿下，他们来了。奉摄政王令，太子私自豢养兵马，意图谋反，命东宫众人立即放下兵器，违令者以谋逆论处。参见殿下。孤今日就在这里，谁说孤谋反，便让他亲自来见我。殿下，看来您是不打算接令了。东宫侍卫的兄弟们，在！誓死守护东宫。是。今日谁敢踏入东宫一步，杀无赦。